大家好，我是颜真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请您订阅并点击小铃铛。今天呢，我用连写带画的方式呈现出了一个字“爱”字。古往今来，许多文化学者、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们都想说清楚爱，都想给爱以恰当的或准确的解释和定义。那么一般认为爱即人类主动给予的幸福感，是指一个人主动的以自己所能无条件尊重、支持、保护和满足他人无法独立实现的人性需求，包括思想意识、精神体验、行为状态、物质需求等。爱的基础是尊重，爱的本质是无条件的给予，而非索取和得到。还有人说这个爱呢，是纯正的正义，我们希望是这样。还有一句话叫爱屋及乌，爱屋及乌，那爱的意思就是爱一个人，连他的这个好的优点和缺点都爱。这个我想就和这个爱是纯正的正义呢就有些矛盾了。爱呢其实它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一种情感，是人类的一种情感。有一种说耶稣他也讲爱，那我想耶稣讲的这个爱，它和我们普通的常人所讲的这个爱的含义应该是有差异的，它应该是超越人类情感的这种大爱，更像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慈悲或者是善。爱呢，在不同境界有不同境界的一种表达方式。我们看字的这个表面写法，中国字字它是有它有会意字，它里面有它的这个内涵。这个爱字上面是一个爪子的爪，就像动物的爪子，它要抓什么东西要抓住，可见这个爱它是一种感情也好，也需要人抓住。里边呢还有心字，那在这字的含义上也告诉我们，爱是需要用心的，用心去爱。下面是个文字，文那就是我们爱要用文明，不能野蛮，文明去爱。民间有种说法叫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这个我想不能作为一个真理。我想谁也不愿意被打被骂，然后还说这是爱，谁也不喜欢这样的爱。那也就是说，爱还是要文明，要有修养。日本有个江本胜博士，他呢做了很多的关于水的这个实验，他出了一本书叫《水知道答案》。他的书里面呢，主要是说呢，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，人想什么说什么对水都有影响。他做了关于文字的这种实验，比如说他在一个瓶子外面贴上这个好的文字，比如说爱、感恩的文字，他发现这个水的个结晶，他是用显微镜看到水的结晶很美，水结晶都是呈现六角形的，像雪花一样。他又在瓶子外面贴上骂人的话，比如贴上混账2个字，他发现水结晶变得混乱不清，变丑了，不美了，没有美的形象，就无形象的。他又给水呢听音乐，给水听古典音乐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水结晶也很美，很好看。他又给水听现代的摇滚音乐、重金属音乐，还有工地的噪音等等。他发现这个水结晶就变得混乱无形、扭曲丑陋。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说水正是人心的一面镜子，你的心是什么样子，水就是什么样子。那么江本胜也对于中国的繁体字和
后来的这种简化字也做了实验，结果他发现繁体字形成的水结晶很美，要比简化了字的这个水结晶啊要好看得多。可见这个繁体字它所带的信息要好。从这个爱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，简化了的字，这个爱字把心去掉了，没有心了。如果人人向别人表达这个爱的情感，爱家人也好，爱朋友也好，爱什么事物也好，你是没有心的，没有用心去爱，那这个爱能长久吗？是真爱吗？那从我们这个字的表面含义，我们就知道爱是要用心去爱的。江本胜博士呢，他还做了一个实验，他在2003年7月25的时候，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，放在他办公桌上。他看到水结晶呢，他说是很丑陋扭曲的。然后他打电话给几千里以外的200多人，实验开始，让这些人对着东京方向，用他们的感恩最美好的心念为这瓶水祝福。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这瓶东京的自来水，它那个水结晶竟然完全改变了，结晶形状变得美丽漂亮。可见人类伟大的爱心不但可以超越时间，还可以超越空间。今天呢，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爱字，分享了一下爱字的含义。有人说这个爱呀，它是出自心灵，出自本然，是生命最美、最自然、最渴望的情愫和状态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或事物的珍重、眷顾和牵念，是对世界的怜惜和悲悯。这个爱呢，我们无论怎么解释，我想大家都是会给它往正的、善的、好的方向去解释，人人都需要这个爱。那么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用真心，用大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，爱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，这样的正能量就能改变我们这个世界。就像江本胜博士做的这个2003年7月25号做的这个东京自来水实验一样，人的好的正的念头，爱的信念是能改变周围环境的，改变事物的，甚至它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。好，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在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欢迎您订阅、转发、点赞并按小铃铛，非常感谢大家。